这是2个人的旅行故事，她叫纳兰，是我一生的挚爱。我想我们这一生再也分不开了吧。前年我独自外出拍摄旅行视频7个月，因为太过危险没有带她。当我回国之后，她跟我说下次再出去一定要带上我不想和你再分开了。我说你知道我拍摄到底有多危险多辛苦吗？他说不管多危险，我一定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。我爱冒险，他陪我去了北极，在那里我们过了最惨的一个春节，别人吃着年夜饭，我们在冰天雪地中挖着汽车，他没有怨言，挺着瘦小的身躯陪着我度过漫漫黑夜。为了出圈，我们来到了阿富汗，别人说你敢带老婆来这儿真是疯了。为了拍摄战后的经济和每一种职业，上山下乡，几次被冰冷的武器顶在身上，他毫不畏惧，跟我说我早已做好了一切准备。当恶犬咬得他鲜血直流的时候，我哭着说你回家吧，他直言拒绝。当他看到当地孩子受苦受难的时候，自己提出了我不买包了也要帮助他们。我说我喜欢不一样的文化。我们舟车劳顿数10个小时，顶着40多度的高温来到孟加拉拍摄女人村，住宿满是蚊虫，交通都用3轮车，他没有一句怨言。我说我是个疯子，他说如果你要疯我就陪你疯。我们来到了巴布亚，去寻找无人岛上的食人族，第一次住在野外，第一次睡在地上，第一次吃这样的东西，第一次在这样的环境下洗澡。他没有退缩，硬是扛着身体，被咬得满身大包，也要陪着我拍到食人族。我想要完成梦想，穿越非洲，这是一个遥遥无期的旅程，一个无法保证安全的路线。在摩洛哥穿越撒哈拉大沙漠，没有地方住，住在柏柏人的家里。在毛里塔尼亚，为了拍摄视频，自己被当地人诅咒了。在塞内加尔，扛着心里的巨大障碍，跟我一起拍摄了当地的歌里文化。这趟旅程就像是西天取经，漫长而痛苦，不知道在路上被多少次拦下来，多少次为难折磨，路况复杂的程度是我们平生仅见，多少次中午没饭吃，晚上没地方睡，过关失败，汽车被扣，被抢劫，被扣押，一次又一次的精神摧残。他也是人，也会精神崩溃，几次败下阵来，但想着如果他离开了，留下孤零零的我，穿越就更加难完成了。我们不仅仅是要驾车穿越，而是要拍摄内容，但他没有一次因为女生的生理期而耽误拍摄，甚至很多我们看到恶劣环境下拍摄的视频都是他在生理期完成的。如果这次穿越能够成功的话，那绝对是在纳兰拼命支持下完成的。如果摆在我们面前是成功之门的话，那这个名字一定叫我们。今天是情人节，这是我在非洲唯一能送他的礼物，就是背着他做一个视频。我可能无法给他未来什么承诺，但如果让我用一生只做一件事的话，那一定是让他未来幸福。